朋友們，大家好。我發現啊，現在德国网上騙子實在太多了。雖然說是德國騙子，但是呢，這些人不一定是德國人啊，也不一定是在德國，他可以在比如說東歐，也可以在南歐，也可能在北非，但是也可能比如說在亞洲，在緬甸都有可能啊。因為是電信的或者是網上騙子，可能你們也知道啊，就是今年比如說上個月，在德國在歐洲有一次非常嚴重的熱浪。在德國有些地方，溫度創造了极值，達到41度、42度，所以直接導致了在德國有一款空調與中國有關，一款美的空調脫銷，特別多人想買，因為是這樣，德國啊，還有法國也一樣，對安裝這種空調、這種分體式的空調有外機那種法律條條框框非常的多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在德國沒有安装空調的自由，要滿足很多條件。這個條件我就不說了。有一個非常聰明的產品經理，某個中國人，他吃透了德國還有什麼法國的法律，開發了一款專門針對歐洲市場的，不用安裝，但是又是分體式的空調，制冷效果、制熱效果都非常好的空調。這款空調就是美的 Porta Split， 也就是美的免安裝分體式空調。這款空調有多火呢？因為呢，這個熱浪來襲啊，在歐洲這邊人嘗到了這熱這個苦頭，於是呢，紛紛就去搶這款空調，但是沒貨，導致這款空調脫銷。我一直在觀察很長一段時間了。你們知道嗎？今年春天的時候，這款空調沒怎麼火，那時候可能還有那些特價的時候是600多歐元。正常價當時呢是800，而現在官網的價格已經官網的價格已經漲到了1199，但是呢狀態顯示沒貨，於是呢這個空調就被炒起來了，有的網站炒到了，比如說1499、1999、2999、3999，甚至前段時间我看見有的網站炒到4999，也就是小4萬。這樣一台空調，在中國大概1000多、1500人民幣，在德國被炒到差不多4萬，朋友們。然後呢，各路騙子看到呀，這個機會來了啊，搞錢的機會來了。於是呢，各類這個 fake 網站，也就是假的那個網站，假冒美的的網站，紛紛呢如雨後春筍般的這樣冒起來了。一夜之間，他們一般是打着旗號，馬上可以發貨。因為呢，實體店現在根本就沒貨，脫銷，而且你加錢也沒有貨，所以呢，這些網站打出的就是馬上可以發貨，價格也特別低。我看到有的甚至呢只有300多歐元、400多歐元，有700、800歐元的，即使800歐元，現在沒貨啊。有這個價格又有貨的話，就絕對是很多人想買的。於是呢，這些網站就出來了，而且這些網站千篇一律的。它的付款形式呢只有2個，實際上呢只有1種。為什麼呢？首先有一種付款形式就是老客戶，對吧？老客戶你肯定有個你老客戶的那個名字啊，還有那個老客戶的那個代碼呀，對不對？然後他就告訴你說你是老客戶，他會告訴你啊，我們這個數據庫沒有你的那個信息，那你就不是老客戶了，也就是不能以先發貨，到貨之後到付，這種形式不行了，对吧？那麼只剩下唯一一種形式，就是預付款。朋友們，按照德國法律，如果你預付款99.9%，你的錢是要不回來的。理論上可以，什麼形式才能要回來呢？打官司。因為那個賣家他拒不發貨，或者貨沒有到，他說發了，但是你沒收到，那麼風險在你付款人這邊，因為那邊已經收到貨款了，他發不發貨你不知道，他發了多久了你也不知道，或者他根本沒發貨你也不知道。你比如說花了500歐元去買這款空調，因為特別便宜啊，沒有什麼多想就下單了，就付款了，對吧？然後呢，你等不來，然後呢，你覺得被騙了，你想要回你的錢，但是呢，銀行那裡你是要不回來的，然後呢，你就想要回來的話怎麼辦？
在德國只能走法律，也就是你去告他。但是你們知道嗎？在德國，一个是法律这个经濟成本特別高，你自己請律師要花時間花精力，對吧？還要花錢。你們知道，在西方律師多貴啊，1個小時可能要150到200歐元，但你的那個空調只是500歐元左右，對吧？這個經濟成本算不來，時間也沒有，精力也沒有，所以大部分人可能就算了，對吧？而那些騙子就抓住了你這一點，這個所謂法律漏洞吧，所以他們肆無忌憚呀，去騙，真的肆無忌憚。這個法律成本還有經濟成本太高了，對買家來說，而對賣家來說，受到處罰的這個風險太低了。因為像這些是網上的騙子，一般可能他們根本就不在德國，你即使有人告他，也抓不住他，所以就讓這些人覺得可以說騙呢，這錢是零成本。那麼好處是什麼呢？給大家算一個賬啊，我們就以每台空調500歐元來算吧。按照目前這個趨勢，因為下周呢那個熱浪又來了，所以呢現在如果是有這樣的網站說馬上可以發貨的，絕對買的人很多，而且不加思索買的人，其中它的比例也不少。德國有8000多萬人，那麼你想想看，有多少人可能會上當受騙？一台500歐元，10台就是5000，100台就是5萬，對不對？那1000台就是500萬，50萬，那1萬台就是500萬歐元。如果你的網站能夠做到如假亂真，然後呢，你的價格也不是特別的貴，那麼我相信啊，德國8000多萬人口能夠得到1萬個訂單，應該這是可能的。很短時間內，也許1天、2天之內就能夠獲得1萬份訂單，那麼那就是500萬歐元。那如果是一個人500萬歐元，即使在德國一輩子也可以躺平了。他的處罰是什麼？可能根本就沒有任何處罰，抓不住他，因為那個騙子可能在國外，所以呢，這個騙子呢有500萬歐元，真的可以躺平了。不管在哪個國家，在德國也好，在瑞士也好，都可以躺平。這就是騙子那麼猖獗的原因。等一下我就給大家看看，為什麼我當時覺得很多是騙子呢？比如說，今天我午休起來之後，我就看了一下天氣預報，下個禮拜德國又會有熱浪，37度、38度。我想，我應該未雨綢繆，看看德國二手網站、最大二手網站有沒有人在這個時候賣那個二手空調，而且呢是同城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同城我可以去他家，一手交錢，一手交貨，肯定騙不了我，對不對？網上下單我是不敢的。我看沒有，那我就死心了，沒辦法。然後突然呢，我的手機彈出，或者是我看到一則廣告，剛好呢是我想買的這款空調的廣告，就是美的這款空調，739歐元。然後呢，我點擊進去，我看啊，說的有模有樣的，從它描述來看，就是德國美的這家官網啊，它信息也有。然後呢，我就聯繫他，因為在那個地方是不能下單的，你要跟他聯繫。我在網上就留言了啊，我說怎麼買你的空調呢？我有那個興趣。很快，大概5分鐘、10分鐘，我就收到了他們的那個回復。回復說啊，我們現在呢只接受在我們的官網下單，然後他還給出了官網的那個網址。當然，我是不會那麼容易被騙的啊，我就複製了這個網站。然後呢，先問 ChatGPT， 你以為呢 ChatGPT 是美國的這種英語啊，可以用中文問，而且可以針對德國的情況也用中文問，顯示結果是一樣的。它的內部呢，只不過呢是把德語的語言翻譯成翻譯成漢語就可以了，翻譯成中文，那個結果出來就是說，這個是非常可能是假的網站，我絕不建議，我非常不建議你在他的網上下單。然後他列出了一連串的那個分析的原因，然後呢，我又對照了，問了豆包顯示的那個結果也是大同小異，也是非常不建議我在他們的官網下單。
這很可能是個騙子網站。等一下呢，我就錄屏給大家看看這個德國騙子有多少呀？德語的開的那種 fake 網站，那種假網站，這種騙子啊，詐騙犯，剛才說了，有可能在世界各地，对吧？不一定是在德國，也不一定是德國人。這個世界啊，不管在哪裡，騙子特別多，防不勝防。所以，如果你不懂得一點點網絡知識，老一輩的人或者現在年輕人很可能會被騙。導致的後果呢是血本無歸，因為在德國想維權實在成本太高了，幾乎不可能。因為像這種在德國預付款這種情況啊，基本上那錢是打水漂要不回來的。所以在德國雖然呢你說法律很完善也好，怎麼樣，但是防騙子真的，如果你不是特別的精明、特別狡猾，你這個人幾乎是被騙啊。在德國的華人們，你們一定要注意啊！現在真的騙子太多了，一定要多留個心眼。俗話說，便宜沒好貨，真的是這樣。美的的官網是1199歐元，你一定要以這個價格作為評判。如果是大低於這個價格的，非常大的可能，那就是騙子。現在咱們來看看啊，德國這種虛假網站，這種騙子有什麼法律後果？有刑事處罰、民事賠償、行政追責、落地效果，騙50萬歐元怎麼樣，有6個月到10年有效徒刑。冒用這個美的商標也有附加刑事罪，涉案幾十萬歐元。比如說我舉的例子是50萬歐元，執行的刑期是2到7年坐牢啊，還有財產的刑罰。朋友們，所有這些處罰都是紙上談兵的，實際上要落實是非常難的。提到現實痛點，法條很重，但普通人很難追責騙子犯罪成本極低的真實原因。在德國這裡啊，是什麼呢？絕大部分這種虛假網站、這種網店的人啊，抓不到，這是騙子最核心的保護傘。90%以上這類德國 fake shop 滿足下面操作，它的匿名註冊信息呢是匿名的，使用境外服務器，比如說東歐、巴爾幹、中東服務器，還有收款賬戶使用黑市買來的他人實名銀行卡，洗錢中轉賬戶，虛擬貨幣收款。在德國一般這是用銀行卡還有洗錢中轉賬戶來收款，虛擬貨幣的比較少。然後這裡運營人員身份在歐盟之外，巴爾幹、北非、土耳其等，德國警方沒有跨境執法抓捕權限，跨國司法協調周期1到3年，成本非常高。然後這裡德國警方只會登記報案，立案後因追查成本過高，線索斷裂，絕大多數案件直接終止調查，受害者呢1分錢拿不回來。另外，前面我提到過，普通個人受害者維權成本完全不對等，也就是我說的法律漏洞真實存在。当人被騙幾百到幾千歐元，聘請法律律師走民事訴訟的律師費呀、法院訴訟費經常高於被騙本金。因為我舉的這個空調例子，比如說它的價格是500歐元，但是你走這個法律程序，它遠遠高於500歐元，不合算，所以很多人就根本算了吧，只認倒霉了。我們來看實操吧。我問的是 ChatGPT 啊，首先我問了這家網站可靠嗎？就是看到那個在一家德國網站上面，他在做廣告，說是739歐元的這個美的空調，它的那個官網是這樣的。跟美的的官網有區別，多了這個單詞，但是普通人可能注意不到，我一眼就看見了，然後我就問這個網站可靠嗎？你看 ChatGPT 是怎麼說的呢？他說目前我不建議你在這家網站下單，更不要使用銀行預付款。原因一下最大的警示信號，美的德國官網已經公開點名了啊。冒充美的官網的網站還挺多的啊，都不是美的歐洲官網的那個網店。美的說已經採取法律行動了，
但是效果我估計呢有限。為什麼容易讓人誤信？因為呢有完整的法律聲明，這一下使用了美的歐洲有限公司這個公司的信息，還有什麼地址啊，那個註冊法院吶，還有增值稅這個號碼呀，這資料可能都是真實的，就是偷美的的。這並不能證明網站就是官方運營。而且網絡上反饋很多，比如說 Reddit 上面有大量德國用戶討論 ，Reddit 上也有大量德國用戶討論類似美的官網，有用戶直接聯繫美的官網，有用戶直接聯繫美的官網得到回復屬於詐騙。很多類似網站最終都只提供銀行預付款，這是德國假網站最常見的套路。原因就是我剛才說的，因為如果買家通過銀行預付款的方式付款，那他的錢是追不回來的。在網上我看見另外一個廣告，是這個網站的廣告。為了小心起見，或者說我故意問那個 ChatGPT， 他有什麼反應啊？對這個看法，這個網站是騙子網站嗎？是我的問題啊。ChatGPT 是怎麼說的？他說啊，我的結論風險極高，我不建議在這個網站購買。然後他分析了，從目前能夠查到的信息來看，這個網站很大概率屬於高風險網站，至少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它是一家值得信任的德國正規電商。ChatGPT 呢發現了幾個明顯的問題：一，正在利用這款空調的搶購熱潮。今年夏天，德國因為熱浪，這款空調非常搶手，因此出現了大量假網站。法國科技媒體專門報道了 Google Shopping 上出現大量假冒空調商店，專門銷售美的空調的這款熱門產品。然後呢，第二個原因，網站本身非常可疑。然後 ChatGPT 查了這家網站的首頁，發現啊，商品種類很雜，但首頁幾乎全是空調，很多商品描述明顯是自動翻譯，大量商品統一打35%的折扣，商品名稱混雜西班牙語、德語、英語等等。網站整體像這個東西模板快速搭建出來的，沒有體現德國正規電商應有的信息。還有第三點，與近期大量假網店套路高度一致。德國近期已經出現很多專門賣美的這款空調的假網站。你看，我沒說錯，對吧？這個 ChatGPT 也說了，網站的譯名呢很新 ，Google Shopping 投放廣告，超低價格吸引消費者，通常只接收銀行轉賬，也就是預付款，收款後不發貨。然後呢，第四個原因很明顯，價格如果明顯低於市場價，就是危險信號。正常情況下，2026年夏季德國官方正常售價是799到999，熱門時期漲到1000到2000歐元。某些網站突然只賣500歐元左右，甚至400歐元，所以呢，這個風險非常非常高。所以你看 ChatGPT 還給出建議啊，不要付款，尤其不要銀行轉賬的，也就是預付款的。還有呢，這裡是另外一個銀行轉賬的方式，還有一個就是加密貨幣付款。我們看這家假網站，它的價格超低，你看只有443.13歐元，就是我說的那款美的免安裝分體式空調，這是專門針對歐洲市場開發的一款產品。這款產品很多人想買，根本就脫銷，所以呢，你看很多騙子抓住人民的心理啊，443歐元，只有平日價格的一半，只有現在價格的1/10。如果誰還這麼相信，那就是自己智商的問題了啊。我們看同樣的問題，我不僅問了美國的 ChatGPT， 也問了豆包，我就想兩個平台呢互相對比一下，得出的結論是不是類似或者是一樣的啊？你看，我說了，德國網上騙子很多，就是我原來說的那一版。看看豆包怎麼說的呢？德國虛假空調網站騙子完整法律後果：刑事處罰、民事賠償、行政追責、
分紙面法定觸法現實實際落地效果兩部分。紙面的剛才我就說了，在這裡就不重複了。現實痛點，法條很重，但普通人很難追責騙子犯罪成本極低真實原因，那就是絕大多數這個網站呢，這種騙子抓不到那個人，那個人呢可能就是在其他的地方，對吧？根本不在德國，所以非常非常的难呢。另外，我給大家看看網上目前關於這款空調的騙子有多少啊？這是谷歌搜索網站，對不對？竟然只有209歐元，哪有那麼便宜的？還有這裡899，這稍微還是有點正常。這個呢1219，你看這個499，而且它還是在那個谷歌上面做廣告的啊，朋友們，我們點擊進去看看吧。這裡顯示就499歐元，對不對？這肯定是騙子，一看就知道。好，我們點擊進去看看，它到底有什麼付款方式。點擊進來之後，你看它的語言都是外語的，所以這明顯呢就是騙子網站。我們看另外一個價格低到離譜的，看看這個吧。這個低到離譜的朋友們，你能相信嗎？只有209歐元，而且這裡是英語的，所以這肯定也是騙子網站。看這裡有沒有超低價格的，我們等一下點擊一個進去看看。好像目前沒發現了，前幾天我發現還更多。這個495歐元的，看看，這絕對也是個騙子。才495歐元，騙子騙子騙子。好的，今天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就是提醒大家，不管在哪裡都要小心網絡騙子，真的太多了，防不勝防。特別是這些騙子利用現在歐洲熱浪這個時機，大力搞錢呢，肆無忌憚的搞錢呢。他們很多人可能已經發財了，而且沒有什麼法律後果，這就是無奈的地方。所以呢，我們的錢都不是大風吹來的，只能自己呢多留一個心眼。希望大家不要被騙。本期節目就到這裡，拜拜。